上集视频说到，我来到贵州丹寨县的汞矿遗址探秘，带大家了解到汞矿的生活区。由于这些楼房已经废弃了30多年，早就已经破败不堪，四处散发着腐朽发霉的味道，令人感到毛骨悚然。还没有探秘结束，我就灰溜溜地离开了这里。接下来，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大哥，他带我穿越了1-2公里的隧道，了解到了这里曾是电影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的取景地。由于汞矿片区较大，我和大哥回到他的住所后，这集视频将继续带大家探秘汞矿厂区，以及大哥为什么要一直留守这废弃的汞矿，而这一守便是30多年。咱们穿过这个小门进去里面看一看呢，带大家。哎，你来，我身处的这个院子里面，据说是当时的那些专家他们才能住到这样的小洋房啊，这个级别算是高的了。你看啊，它这个房子，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些房屋全是独栋的小洋房，这其实是当年苏联专家的住所。在1956年，正是中苏友好建交时期，苏联专家库克林和杜尔钦斯基进驻矿区指导工作，主要针对当时矿区的地质勘探做规划。从这些独栋苏联时期的建筑风格可以体现出来，当时他们所享受的待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级了。哎，哇，这个可以进吗？打开了，走。又叼着瓶子了，我查看一下，这上面还有单据。97年，哇塞，这个什么卷宗？哇！我居然发现这里还有巧克力咖啡。通过这些资料发现，居然还留存着30多年前的票据，这细算下来比我的年龄还要大。上节视频咱们说到，汞矿建厂于1940年代，在1990年正式停运。我也因此刻板地认为，该矿场的历史也就是从1940年开始。通过后来的资料查阅得知，据史料记载，在唐朝当地的土司向朝廷进贡的礼品中，就有丹寨出产的水银及银饰。相传在火药未发明之前，就有人在这里用一些土办法开采水银。如果这么算下来，它的历史之悠久让我大开眼界呀。这里有个钱包，这钱包上面发霉，什么都没有，这里面还有这里84年的全年材料计划表，还有这里，哇，这个字写的挺好的84年的也是。哇，这比我年龄都要大呀！天山化工业公司，哇塞，好原始啊！这些盒子都。这个是什么？防毒面具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这就是个宝贝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撒尿用来起液的，虚虚的。哇，你们见过没有，波妞？这个年龄比你们都要大比你们一辈子的岁数都要长。看到这个灯的开关没有？这个开关部件也是非常一个老式的那种开关有一点意思。离开矿区后，天色彻底暗了下来，我决定去找大哥聊一聊，再做进一步的详细了解。由于晚饭时间到了，这肚子又开始咕噜咕噜的叫，正好大哥也没有吃晚饭，我决定自己亲自下厨。
吃饭的时候边吃边聊，这大哥也欣然同意了我的要求。这个是洗菜的那个盆子是吧？哦，可以。搞绳子嘛，还搞绳子啊？搞啊，弄吃了，这个挺好吃的，这真的，这个是我在那边买的，买40块钱了，这个40块钱一的。哦，你吃过甜笋没有？甜笋吃过没有？没有啊。那今天你有口福了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甜笋，剥开呀。简单的做了几道菜后，时间也很晚了，大哥也饿得发慌。本来我的厨艺并不咋地，大哥却对我的菜赞口不绝，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惭愧呀。哎，不容易哦，咱们吃个饭搞了这么久，你尝一尝啊，大哥，你尝一下看好吃不？我那个厨艺不咋地。那个笋子好吃没？你晚上一个人住的，你怕不怕？啊？没怕，习惯。我感觉我刚刚上去逛的时候，我这个房子里面逛有点黑暗。今年58、57、58了，50多年。50多年。哇塞！我在这边土生土长，在这长大的。待了50多年。那为那个其他人都走了，你不走呢？哎呀！我走还有母亲在这办。啊？叫我走啊，个走，我在两个地只走了我走不到，主要是有老人。有老人啊。一顿饭的功夫拉近了我和大哥之间的距离。原来大哥姓杨，他原本不是本地人，父母是从毕节的金沙到这里来工作，所以杨大哥是生在汞矿，长在汞矿，从小就在汞矿的小学读书。据他的回忆，在小的时候这里已经特别热闹了，经常人山人海。因为父母工作关系原因，杨大哥也跟随父母的脚步，在1987年进了矿上。那个时候他只有23岁，能进汞矿工作是很多人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意味着美好生活的开始。不过杨大哥刚进矿上工作3年，矿上就停运了，可谓时运不济呀。汞矿停运后也逐步废弃了，人们也纷纷搬离汞矿，没了体面的工作，就连老婆也跟人跑了，留下刚满4岁的儿子。杨大哥也想过到县城里面去闯荡，可自己的父母没人照顾。就在这时，他接到了看守矿区的工作，有了稳定的收入，他就这样一边照顾父母，一边照顾儿子。一转眼30多年过去了，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守着汞矿。如今儿子也考了研究生，他也衣食无忧了。听完他的故事以后啊，我内心满是感慨，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充满了敬佩。虽说他是拿着薪酬看守废弃的汞矿，但更多的是他对父母的爱，还有对孩子的爱。这种不离不弃的情感是很多男人应该担起的职责。那我都走了，大哥，我走了。这回贵阳了吗？我不，我是担寨县。担寨县，我担寨县里面住，我现在就只能去担寨县住。啊，我都走了，大哥哈，好。哎，那拜拜了。好，拜拜。我看。这会儿只有回县里面去转没事的。好，我走了，大哥哈，拜拜。你走了，上车，快跳。好吧，我现在又得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去找住处。上一次咱们在那个雀鸟村啊。找到住处了，我相信这一次也能够找到住的地方。这个大哥他那里住不下，然后呢，因为他是管理员，所以我觉得我就不为难他了。他也说了，他那个地方没有住的。不过呢，很感谢他能够就是接纳我做吃的，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很不错了啊。咱们废话呢就不多说了吧，我去找住的地方了啊，拜拜，晚安。